人家中共治国，哎呀，我他妈当时都没有。那么优秀，我真快要ner死人了，如果再中国人民越来越起飞。我今年快60了，那你们早晨几点到这儿呢3点。中国很棒，中国很发达，中国经济很繁荣。台湾呢？台湾已经比不上，台湾什么都不好，很落后，什么都缺，你不信吗？馆长说的。我们台湾现在健保破产，劳保要破产，医院里面没有医生，你去住院没有护士，军人不够，检察不够，检察官不够，法官不够，学校老师不够，幼稚园公托抽不到。你不知道是因为你没有去过中国。如果你去的话，你会发现民进党一直在骗我们。对，你被骗，但是不是馆长说的那样。今天我会非常简单跟你解释为什么你被骗，还会给你证据。所以如果你非常喜欢相信馆长的谎言，拜托不要继续看，因为看完这一集你一定会改变你的想法。中国大陆人家好好的，中国大陆人家好好的，我已经说了，问题不是中国人民，而是中共。但是你没有办法说中共，他们会说，你可不可以不要讲中共？就叫你不要讲。人家发展好好的，人家发展好好的，你确定吗？等一下我们会看哦。人家自己在做自己在做的事情，人家自己在做自己在做的事情，是馆长的中文有问题吗？或是我中文太厉害，哈密瓜有一种哈味吗？人家尊重历史，尊重历史，那是为什么在中国大部分的人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或是大跃进是什么？尊重文化，尊重文化，尊重中共的文化吧。这种馆长才搬出中共散发的谎言。简单的说，在中国什么都是好，主要是他们很有钱，还有很安全。那台湾呢？台湾已经比不上。台湾什么都不好。我们台湾现在健保破产，健保破产有吗？所以现在在台湾，如果你去看医生是没办法吗？劳保要破产，劳保破产，证据呢？仿佛吃一个蛋，喝个牛奶，吃个青菜都是一种奢侈。哎呦，真的吗？台湾真的好糟糕哎！是不是我应该要回西班牙？因为馆长想要比较台湾跟中国，我们今天要认真的比较。我直接问馆长骗你，或是我在骗你？我们怎么可以知道呢？我们可以看中国媒体吗？开玩笑吧！中国没有自由媒体，那边主流媒体基本上都在宣传中共，所以中共做得好，他们会说；中共做得不好呢，当然不会说。那台湾媒体呢？台湾媒体的确是比较自由，相对而言。但是问题是，台湾媒体被中共渗透的太夸张，我怎么知道呢？因为有非常多主要的议题不会讨论。你知道我以前讨论文化差异，每一个媒体都会报道我的影片。我现在开始讨论中共，就是他们老板，全台湾只有一种媒体敢报道我的影片，你知道是哪一家呢？所以如果你要了解中共，你不可以参考台湾媒体。那网红呢？如果你想要了解中国跟中共的状况，如果我们听一些去中国的网红，这样可靠吗？那你想想看，如果中共通过国台办邀请一个 YouTuber 去那边是来说什么？批评他们哪里不好吗？人家是独裁国家，我跟你说，去那边不是讨论中共，而是讨论中国多好。中国当然有好的一面，所以他们只会给你看这部分。我觉得中国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地方，不好的一部分呢，我假装没有。他们会说，你可不可以不要讲中共？而且如果有一个人敢说，馆长一定会出来说，靠着整天那些侧翼在那边把中国妖魔化，这样对立化，制造一个他妈根本不存在的敌人，就没敌人啊之类的。那怎么办？如果我们真的要了解中国真正的状况，我们可以参考什么？我觉得最可靠是网络上中国人会分享的影片。问题是中国网络不自由，所以每次有影片中共是不喜欢的，他们马上删掉。不过呢，还是有一些网站是在国外，所以中国人还是会分享在中国真正的状况，这个才是可靠。那也许你会跟我说，台湾人关我屁事。哎呦，台湾人呢，你非常需要了解中国的状况，因为你忽略危机的存在，并不代表危机会不见了，你懂吗？还是不懂？那我比喻给你看，如果今天你在马路有一个小混混想要打你，他把拳头过来的时候呢，你挡住，骗自己说应该不会打我，应该不会打我，你还是会被打。那我会稍微跟你分享，我是每天都看中国的消息，所以我跟你分享这个礼拜，只有这个礼拜观察到的影片，我们看看。你见过凌晨4点的武汉吗？
我被一群找活路的人吵醒，在不起眼的天桥下，50岁年纪的人像货物一样被挑选。这里有我不敢看的现实，却是他们的日常。你今年多大了，叔？我今年快60了。那你们早晨几点到这儿呢3点。你想想看，武汉凌晨4点，60岁的人必须去那边找工作。你觉得这样的经济是很发达吗？60岁，这件事馆长为什么不说？馆长，你故意忽略这部分，是你对中国老百姓非常好吗？那我问你，台湾会这样吗？哦，哎呀，都吓死我吧，你知道吧？哦，这儿快要淹死人了，如果再……你觉得这个是淹水？台湾也有，台湾常常会有台风，淹水很夸张。你看花莲，不过这个不是淹水，这个是水管自动爆炸。那你记不记得馆长给我们看，在中国大陆有多大？很多灯，很多颜色，好漂亮。那为什么馆长没有给你们看这个？你知道豆腐渣大楼是什么呢？我建议你去查。哎呀，我他妈当时都没有。哎，这个是不是白大王？哇操！对。中国人民当然有好人，但是也有这样的人。不过馆长也可以跟我说，台湾也有霸凌。那我怎么提到这种霸凌？因为台湾跟中国的差别是，这种霸凌影片在台湾会爆红，但是在中国过了1个小时，影片都是从网络上被删掉。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呢？因为中国非常努力外宣，隐瞒中国不好的一面。为什么中共会这样做呢？其中一个原因是骗台湾人，让你相信中国什么都是好，非常安全，很有钱。中国有安全有钱的一部分，但是中国社会问题比台湾多很多。因为中共不是被人民选的权威，所以他们非常怕失去他们的权利。那是为什么他们管得这么严格？我可以继续跟你分享很多这样的影片，或是你可以自己查。因为重点不是你相信这个阿多啊，而是你独立思考，因为这样会避免被骗。例如你在听馆长这样的言论，中国人民越来越起飞，台湾已经比不上。如果中国越来越起飞，台湾比不上，很简单，你可以搬到那边，等到你对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利用价值，我们都可以看看你会变成怎样。我必须非常真实的跟你说，如果你看这样的影片，你认真想馆长的言论，你还不了解馆长在帮助中共来诈骗台湾人，顺便造成台湾社会分裂，那你没救，因为已经没有办法更明显。我不管你是蓝与白，我只希望你多想一想，你多参考一些不一样的角度。馆长，我哪里说错？如果你觉得我说错，我请你参加我的节目，跟我理性讨论这些议题。也许你有办法说服我，也许你的言论很有道理，可能本来有一些角度我不太看，有一些逻辑我不懂。只有青鸟吃粑粑长大的，他说，反正馆长就是中共。他不会论述，他不会跟你对答。那你可以把握机会跟我解释，这样会说服我啊。我这个青鸟想要跟人家沟通，算是很侧翼吗？靠着整天那些侧翼在那边。我不知道，那馆长，我等你回答。因为现在我是正职 YouTuber， 所以我收入是靠你们看影片、分享或是变成频道会员。这件事我很清楚，所以我非常珍惜你们，感恩的心。我是黑厨师，好嘞，拜，再会。